都说南州四子情同手足，你们看，中冷二子啊，心有灵犀。这边茶刚煎好，那边人就来了。兄长，贤弟，兄长。多日不见，兄长还好吗？冷姬想你了。兄长，你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如何还到山里来呀？贤弟啊，你我兄弟情同手足15载了，今日若是不来，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，定会责怪我。茶已煎好，随我来。哎，来，贤弟请。兄长请。苏司马，京城之中，喝茶的人多不多呀？在长安，喝茶的多为士大夫，民间很少饮用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长江南北，大河上下，无论是士族还是百姓，人人都会喜好茶。此亦我之所愿也。因为我听闻茶者，君子之饮品也。兄长，周先生，要不要找个郎中？不用了，这是老病。既是老病，更应该找郎中。我有个门客叫费基师，他精通医术，我让他给您看看。技师何在？哎，在这儿呢。我睡得正香，这么大声喊我，是不是有人要治病啊？是。技师，刚才钟先生咳血了。哦，我来南州之后，发现好多南州的病人也这么咳嗽，想必是同一种病吧？你会看病？怎么，不像吗？我给你把把脉。不必了。哎，看你的样子，倒像是江湖术士，也不难为你，你就说一下，我受得多少？寿至80，没跑。胡说！我这是老病，没法治，治不了，也没得治。你说你是从长安来的，我看你是在长安行骗，被人赶出来的。谁告诉你得的是绝症啊？好多的郎中都这么说。
那是因为南州没有名医，就好比你们南州四子吧，号称名士，我看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放肆！这儿有没你的茶碗，退下，退下，退下！谁稀罕喝你们的茶？哪有我的酒好喝？真是！钟先生，此人说话确实不可信，我是有所领教的。无妨。诸位，请。萋萋复萋萋，秋堂百年色，而我独茫茫。荒郊遇寒食，可惜啊，元父、公父二位兄长不能一起共饮。贤弟休要悲伤，人间虽别，九泉之下，我们四人还可以携手入竹林，开怀畅饮10000杯。对，待大家都死后，仍会团聚，仍然是南州四子。哎，你们听这笑声，底气十足，哪像人之将死啊？你，刚才钟先生说让我给个交代，好，那我就和卢凌风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。哎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，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。此事莫急，等我把故事讲完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的云雾中现出真身。啊！故作玄虚，看你能说些什么。冷先生还记得在给陆公父守灵时遇到的黑白无常吗？那晚是你搞的鬼。卢凌风，你现在知道我是何时验的尸了吧？冷基，当日你极力阻止开棺，我便想先抓住凶犯，再逼你同意验尸，倒推此案。抓了灵宝后，经审讯，他承认刺杀了陆公父，这便误导了我。幸好苏司马之前仔细验了尸。我发现陆公父是先被人勒死，后被匕首所刺，所以灵宝并非真凶。这个时候，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冷基。我？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，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，难道我们不该怀疑您？要不是抓捕灵宝时涂延丕落网，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。我叫涂延丕，是朱伯奇和冷基雇的我。我只要抓住灵宝，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，交与二位先生，我便能得到4000钱。接下来，陆离引起了卢参军的怀疑。此人非常想得到石桥图，故而很有可能杀掉图上的人，让欧阳权觉得此话不吉利，迫使他低价出售。另外，陆公父的琴确实是被他偷走的，但他没有行凶时间。此人如今在押南州狱。我也怀疑过欧阳权，他羡慕名士，一心想成为南州第5子，但由于其商人的身份，每每被4子所轻蔑，因此心生怨恨是有可能的。查探以后发现，欧阳权也没有行凶时间。在我一筹莫展之时，熊刺史帮了我。若不是您邀请我参加湖心亭的宴会，并让我带上义妹喜君，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。裴小姐，
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，尤善人物。他发现谢公二子就是15年前石桥图上对弈的童子，而那个行凶的老仆也曾出现在图上。画上之人一个一个亡去，所以我才怀疑颜元夫也是死于非命。承蒙刺史信任允许开棺，我在验尸时发现元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，在他的发髻间，我找到了这个。钟先生从小就在石桥山上采茶种茶，对这个并不陌生吧？我给您提个醒，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。墨疯子，莫非元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？此虫长在深山之中，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，才会被其所伤。颜元夫一直待在自家中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那是因为有人从替药铺收此毒虫的黄老手里买走了2只。黄老一开始以为是游方的僧人，可事实上，钟兄啊，怎么？钟明氏还需要卢凌风帮你不成？等等，兄长，你……原来明氏是个秃子！苏司马，你是如何得知我脱发至此的？那是因为上次到府上拜访，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。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，驱鬼辟邪的。再好我也不要，赶紧走远点，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。快走！后来我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。慢慢吃啊，有的是。哎，薛环，快倒酒。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，但从2年前开始，打扫你卧房时，他会经常发现大把的头发，而这半年已经没有了。掉头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，过度忧虑所致。苏司马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钟伯期所为？我与元夫兄是故交，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。我夫君为人和善，并没有仇家。去世前1个月，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拓本，从未出过家门。虽然患有风疾，但之前都是很轻的。您再想想，有没有漏掉什么？他去世前几日，他的兄长钟伯期曾携茶来探望。兄长，等我把集子编完，再去你那里喝茶，不就成了吗？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？你做事情仔细，等你编完啊，恐怕得明年了。贤弟啊，你是不是心疼我，
才不肯叫我带着茶具过来为你煎茶。承蒙兄长厚爱，实不相瞒，我想你煎的茶，想得好苦啊。钟先生茶艺无双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就连这瓶瓶罐罐的都如此好看呢。啊，弟妹见笑了。我虽不太懂茶，但也知道茶具讲究个朴拙自然，没听说过用琉璃这种奢华器皿的。那日在药铺，掌柜的也告诉我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琉璃华彩最能克此虫，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，不然一旦被它钻了蹊跷，我们不就没命？颜元夫是书法大家，身上自然常带墨香。这毒虫俗名墨疯子，钟伯期只要伺机将其放出，那遇害者必是颜元夫无疑了。兄长，你平日煎茶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用琉璃瓶子。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陆公父之死，有人目击，是他经常救济的一个乞丐。乞丐说，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身，因有遮挡，他见到的是一个秃头。那日在颜元夫坟前，陆公父悲痛欲绝，琴弦都弹断了。但陆离偷走琴时，琴弦已经被换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琴弦是钟伯期你送的。不过这一次的秃头倒不是刻意伪装，应该是行凶时用力过猛，弄掉了你梳理整齐的假发髻。钟伯期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贤弟，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这可是绝好的琴弦呀！哈哈哈哈！还是兄长体贴入微啊，不会辜负你古琴圣手的美誉的。好，换上吧。来，我也走累了。等你换好了琴弦，我要听贤弟弹奏一曲。好啊。兄长，你只告诉我一句话，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，我冷极只信你。贤弟，我太在乎你们了，我才会这么做的。贤弟，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？不可思议！你们南州四子不是情义最深，可比金石吗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他是觉得自己患了绝症，所以想把其他3人也带走，到阴间去陪伴他。这种情谊，
何等自私，何等狂妄，何等残忍！你为什么要把石桥图上的每一个人，从樵夫到童子，甚至老仆都害死呢？樵夫，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，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，形状甚是痛苦。你用的是什么毒剂？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，黑色的，且用墨汁浸泡过，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。对，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。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谢公让他送请柬给我，我请他入室喝茶。只不过，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的怒火。这些人看似无足轻重，只是一幅画上的点缀而已。但是如果缺了他们，这幅画就不完美了，不完美。郑伯奇，你疯了！你就是个疯子！你就不怕在九泉之下，袁父、公父找你算账吗？贤弟，我得的是绝症，我最多只能活3个月呀。我死之后，与你们3人将阴阳两隔。我在地下受不了，你们在人间也会受不了啊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把你们其他3子都带走，我们南州4子在黄泉路上作伴，还可以一起听琴、喝茶。住口！你太可怕了！我可以成全你，但我至此不是为了追随你，是恨我自己有眼无珠，与你这样的人结交。我再无脸面苟活于世。贤弟啊，何至于此？你我皆名士，即便死，也应该死得优雅。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，我已事先在碗底涂抹了慢性毒药。贤弟，贤弟啊，4子当中你最年轻，兄长最为疼爱你，所以不会让你过于痛苦。一会儿你走的时候，一轮黄昏暮色慢慢降临，你会看到很美的景象。祖兄，你们俩不用怕，人家没想过带你们俩走。没错，你们都不配。区刺史、长史，结交我南州4子，无非是附庸风雅。但在我的眼里，你们还不如石桥图上的草木。苏无名，嫡公弟子，名不虚传。陆林峰，你曾是金吾卫，护佑过天子，倒也有几分手段。可是诸位啊，我钟伯希如今是大事已成啊，诸位奈何不得我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石桥仙境真美，奈何人心太险恶。若不是刚才我趁你去迎冷极之时互换了茶碗，你就真的得逞了。苏兄，直到此时，我才明白苏兄的举动是为何。你这是救了冷极一命啊！
刚才睡了一觉。你们说到哪儿了？钟伯期呀，钟伯期，你得的根本就不是绝症，只是南州偏荒，庸医误诊。实不相瞒，我已在南州最大的药铺假冒坐堂郎中好几日了，跟你同样的病患，我都看了10几个了。我保证可以帮你治好你那个咳血的毛病。画好了，画好了！我家小姐已将今日之景画了下来。你们看，原来杀人犯是钟伯期呀！他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呐！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名士呀！哎，看来南州再无名士了。钟伯期无端害死了那么多人，砍他一次脑袋都算便宜他了。可那个欧阳全居然撕了告示，我怀疑他呀得了癔症。什么？欧阳全撕了告示？这是何时的事儿？就在刚才呀，吵吵嚷嚷的说不准任何人损害南州四子的名士声誉。啊，我已经派人呐把他押回了家，并让家人严加看管。坏了！啊！欧阳全，你也疯了吗？你们为什么拦着我？为什么呀？难道你们不应该乘人之美，让我到九泉之下与钟伯期、颜元福、陆公父结成新的次子吗？你以为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名士吗？还能如何？我是个商人，就算有家资1万，还是被人看不起的。你放开我！欧阳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究竟何为名士？这些年你在南州做的善事，有目共睹。多少落魄后生在你的酒楼、商铺里谋到生计，不管是否是鸡年，你都会在年关的时候打开自家粮仓，将米稻发放给州里的穷苦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为了查清案子，我难道不走访民情吗？是啊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南州老百姓都记在心里。而你的这些作为，才是真正的名士胸怀。在我眼里，你比石桥图上面那些人更配做名士。你们糊弄我！名士不在乎行为举止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悲悯之心。在南州，你欧阳全若不算名士，谁敢称名士？至于石桥图，陆离愿意原价退回，我义妹喜君也愿意帮你补画。欧阳全，这世间等着你去做的事还有很多，值得你去追求的不只是虚名。欧阳全，我与苏司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他日我们携手入竹林，效仿七贤，陪你痛饮，还不行吗？哎，再加上费技师，他最爱喝酒了，对你也是赞赏有加。哦，对了，
他开出的治咳病的药方已经被证实是有用的，可是药材稍微贵了点儿，南州有很多贫苦的老百姓买不起呀。我愿尽绵薄之力。欧阳兄乃真名士也。我来了这许久，都没见你咳嗽。得灌下几副药，竟真的不渴了。我已修书给熊刺史，愿捐出所有家资，为南州得同样病的百姓买药治病。你是想赎罪，换回自己一条命？不敢死，也不敢活着。怕袁父、公父，还有那几位九泉之下找我算账。天地之间，人鬼两途，何处是我钟伯期的归宿啊？一定要注意细节，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。怎么了？找到新线索了？飞爷，你出来。甘棠义，我们漏掉太多线索了。那个刘十八身上有鬼。熊刺史啊，刚到南州之时，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要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好好休息休息。现在还算数吗？哈哈哈，对呀。我没忘，苏兄、卢兄这些日子累坏了，是该好好歇息了。1月为期，够不够？够了，但我和苏司马需离开南州。是不是京城那边？熊刺史误会了，与京城无关。是这样，我们南下之时，路过一个叫甘棠驿的地方，在那里留宿，期间发生了一些诡异之事，至今尚未悉数破解。我们想回去一探究竟。甘棠驿，说的是甘棠县境内的驿馆？正是。哦，那甘棠县令王乃龄是我的同窗，
为人正直，做官勤勉，很是得民心。我可以给他写封信，有什么事啊，他一定会帮你们的。哎呀，那就多谢熊刺史。哎，细君啊，你给为兄出主意，看看我怎么改变一下，能让之前见过我的人认不出我来。剪掉胡子。啊？这不行。我觉得挺好。你年纪并不大，却整日装成老夫子，剪掉胡子，全天下就没人认识你苏司马。可我，裴小姐，那我呢？粘上假胡子啊！可上哪儿去找呢？卢将军只要告诉我喜欢什么样的胡须即可。哎，你随我来，给我站住！就这个。好说，保准做的跟谢大哥的美髯一模一样。什么呀？你无需知道。哎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据上次甘棠义冒险，仅1月有余。义兄若不剃掉胡须，即便是剃光头发，也一定会被人认出来的。我们又不像殷十郎那样会易容术啊。有道理，舍不得胡须，抓不着鬼，就听义妹的吧。我义妹这手真巧，不只是丹青，这以假乱真之术绝了。好，待会儿我一个人先进甘棠驿，你过2个时辰再去。不行，你一个书生，2个时辰，你的脑袋早在锅里了。吁！你是何人？你叩我大门，却问我是谁？报上名来。小的刘18。我是北上赴任的，眼下大雨将至，我想在这儿住1晚上。哎呦，这里住不了人了。为何？这牌匾上明明写着是甘棠驿，便一定是官家驿馆。啊，这里已经废弃了，新驿啊在10里之外，要不您去那里投宿吧？啊，废驿？那你为何住在这里？我看你的穿着，明明就是个异族，有什么理由拒我于门外？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异族的，3年前这里废弃，我就无处可去，便以此为家，不可吗？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了，让不让住？废与不废，这里都是官家之所，当心我杖罚于你！哎呦，上官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不让你住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这里不干净。有什么不干净的？上官定有阅历，一下就听明白了我的意思。马上就要下大雨了，天又黑得这么快。哎呀，你既常住于此，怎么避开凶险？肯定有你的手段吧？这都不好意思啊。哈哈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
哎呀！是吧？给本将军送点酒来，再来只鸡。哎呦，真不巧，前2天让黄鼠狼把那鸡都咬死了。不过有肉，才煮的，香着呢。是吧？本将军有个毛病，从小就只爱吃鸡，若是没有，便只能青菜果腹了。青菜？不知野菜算不算？我去蒸几个野菜团子，给将军充饥如何？哈哈哈哈哈！也好，做得不好，不知将军能否下咽？还挺香。您能下咽就好。要不要一起吃？不了，我吃肉吃惯了，还是觉得肉香些。如此荒野，连鸡都没有，你吃的是什么肉？山猴子。啊？甘棠驿背后的大山，绵延百里，山中有怪兽，名曰山猴子，常来骚扰。我便在山脚下设了些圈套，逮到了，便煮来吃。那怪兽可是人形？惊觉幻夜里，复觅去。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骑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，去风鸣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命运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。恩为年，怨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高为愿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
刻在朗朗心底。要真相充实着正义，总有千帆险境的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诗心有所